这回我们带着你妈还有儿子一起去了劳务的民宿，你本来对它的预期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吃苦夏令营吧。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首先是又懒又馋的人，所以我们的旅行每一次都是老年旅行团，是没有冷气的，没有网络连接，而且住在一个深山老林里，深山老林里，所以充满了忐忑，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去住。那问题来了，既然有遇见这些困难，我们为什么要去住劳务的这样的一个民宿呢？我觉得是在预订页面看到这幢建筑就把我深深打动了。如果说给所有的旅行打分的话，至少它是我2023年旅行印象最深的，而且我觉得我一辈子会记得住马来吊脚屋的这一次。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图片，我就想到4个字，叫一世孤立。我们刚拍到园区里面，你看到了这个庄园吧，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哎呀，心凉了半截，看来要搞砸了。就是它这个门脸，它连个好好的正门都没有，是一个非常破败的铁门，然后门口也不是那么整洁。慢慢开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似曾相识啊，跟我们之前去欧洲某一次的这个匈牙利的农场之旅很像。我就开始有一点期待。再往里边开呢，就看到一棵棵的果树，我记得好像是红毛丹。那个鲜艳的果子在阳光下面的这种颜色的艳丽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然后还有一些白鹅就在那里肆意的穿梭。再往里面走就看到有人扎了帐篷，一下子心里面就特别的开心。我还说，哎，停车停车停车，快点，我要去看一下果树。但是我们看到了果树，看到地上自由走地干蹦行走的鹅，还有鸡吧。对啊，然后有些人扎着帐篷，车停在旁边，露宿在那里，整个一片绿映入眼帘，还是挺兴奋的。这个画面马上就丰富起来了。看到里面看到有建筑了，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差。因为仔细看这些建筑，真的就是跟图片上面没有任何差别。然后再看它会客区的这个设置，虽然没有人，但是你看它整个每一件家具都是那种很扎足的用料，我就知道了这个民宿的这些硬装它一定是不惜工本的。既然说到这里，那我们就来说说看我们住的这一栋吊脚楼是什么样的。我首先说啊，我觉得它的印象，它是由左右两边完全一模一样的2个尖顶的房子，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像大厅一样的地方，连廊。对，连廊前后呢都是比较高的，你要跨几级台阶上去。外围是一个花园，然后前面的外围是花园，后面的外围是一个小小的种着很多绿树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看到这个房子，看到它的木色，我就非常的喜欢，是我喜欢的这种黑桃木色。然后门一打开，这个服务员给我们介绍房间的内景，我就感觉来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游牧家具展示厅。下厨的人最在意的就是厨房。我一看这个配置啊，嵌入式的烤箱、微波炉、煤气灶台，然后一个大冰箱，什么都有。对，甚至是连厨房纸巾都有。那个一瞬间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非常考究的一个设置。对，而且一眼看过去就觉得他们是精心打理和维护的。我比较喜欢那个超大的一个浴缸，可以看看书，可以冥想一会儿。然后进去之后，我确实是感觉有点热，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3点多。但是有意思的是，你打开这个别墅里面的窗户，那个一瞬间啊，就感觉这个冷气啊就进来了，就是自然的这个风通畅起来之后，这个房间就很舒服。再加上它的这个挑空的这个屋顶和电风扇一开，瞬间你就感觉凉快下来。当然你离开这个房间走到连廊的这一块，这个连廊虽然是户外的，但是连廊反而是非常的舒服的，凉爽的。我就坐在连廊里面吹着这个吊扇上的风，就是望爷爷，上海话叫望爷爷，就是四周看看，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这个厌倦的感受。我可以说说屋子里面啊，大床也是非常之大哦，那个床可以1.8米，我就可以1.8米，就是说可以睡上4个人吧。吊顶非常高，尖顶的，上面有横梁，我觉得一瞬间好像我们像是那种古代的国王似的，就像一个皇宫里面的一个屋子，有这种感受哎。对，你仔细看它的那个建筑，它真的是竹木结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推开那个窗，那个窗的承重啊，那当然它里面有玻璃了，但是这种扎足了这种木的温暖的感受，
真的是一直都忘怀不了，和我们用惯了的铝合金门窗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有点像雕梁画栋啊。那一晚我们的住宿实际怎么样？一开始的预期比较低啊，实际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当然质量确实是不好，因为那天晚上我的睡眠非常浅，因为不停的有蚊虫在飞过，我很怕虫子，就一直担惊受怕自己会不会被蚊虫叮咬。第二个就是这个山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对，动物的声音，对，动物声音，猴子啊，对，那个还昆虫挺吵的，就是隔三差五就感觉是被闹钟闹醒的感受。睡着还是有点热，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小的落地扇，然后还有个吊扇，开着好像还不足以让你感受到非常舒服。我们平时可能用冷气习惯了，还有就是你半夜做不了什么，你如果想睡觉那还好，可是睡不着，但你起来你要看书呢，你要开灯，虫会来；你想看手机呢，手机没信号，然后你想用电脑呢，这个一亮很多虫也会过来，就哎呀这个干什么好，就有这种被卡在中间的感受。我经过了太平这一次啊，我对它的观感就会更加平和一点，因为我知道第一晚有可能需要适应，如果我们再住一晚的话，我相信我会睡得很好，也会更享受的。我们住在一个大的庄园里面啊，它有很多的果树，有小溪，有人在那边露宿，住的感受怎么样？我对种植是挺有兴趣的，但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果树啊，比如说这个龙贡果树，然后红毛丹果树，榴莲果树，这对我都是第一次的体验。还有水翁，就莲雾啊，莲雾，对，那个红的哈，那个真的是太艳丽了，所以我们那天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逛一逛。那当然我也很馋了，我很想尝试一下这些水果。其实最大的就是山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山竹树，但是那边简直就是你走路不小心就是地上踩一脚都能踩到山竹。对，所以真的是体验了一把去捡拾树上熟果实的这样一个体验，是非常美好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榴莲，也是第一次看到水翁莲雾的这个果树，主人也允许我们去捡和自己去享用嘛，所以小孩不是玩得特别开心，他说出去捡果子喽，然后带着一个袋子就和他的外婆一起去捡果子回来吃，远远的去观赏这种艳丽的颜色，包括这些火龙不是那叫红毛丹吧，它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火红的，一个是黄一些明黄色。哎呀，怎么会这么美啊，我真的是词穷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捡了一盘回来，只是简单的用水去冲洗掉它的这个泥沙，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边。那个画面我觉得还有夕阳西下那个感觉真的太美了。对，它整个环境是绿的，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山丘，有很大片的剪得不错的草坪，小孩子玩的也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为我们整个住宿体验绝对是加分的。后来不是威尔森还捡了好几个，他捡了多少个榴莲回来？对，我们第二天大概捡了6个6个榴莲回来。对啊，就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而且现捡出来的这个果子，它的口味真的跟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是不一样的。对，那个可能过了几天不那么新鲜了哈。对，那个口感上，那个龙贡果吃在嘴巴里面就是这种酸甜，还有因为它的新鲜，它可能失去水分比较少，那种充满水分的这种爆汁的感觉真的太明显了。对，而且我看威尔森他拿了一把刀，虽然有点笨拙，一个手戴着橡胶手套，慢慢把那个榴莲给劈开掰开，一大片一房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在笑，因为他是这种天真朴实的，好像他在模仿平时看到那些摊主是那种自信优雅的快速的把榴莲劈开拿出来给你，就他能体会到那种成就感，我们看着也笑不可支。他在那边凡尔赛嘛，他说如果做成小视频就可以打这样的标题，这家人穷的只能吃野果。这个真的是够凡尔赛的。住在里面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呢？我们是自己带的一顿晚餐，因为考虑到他出去的这条路晚上估计没有路灯，然后我又想享用它非常好的厨房设备，所以我在了解到它是自带一些这个厨房工具的时候，我就买了冷冻的披萨，然后带了3块牛排，买了1盒香菇，还有一点金针菇带过去。我想我们简单的吃一点晚餐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只能带清真的东西。对，我们都是清真的。马来吊脚屋嘛。对，然后配上工作人员给我们捡的那么一大筐的山竹，对，我们就席地而坐，旁边点着蚊香啊，这个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对，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早饭是工作人员送过来的，
送的是一些椰浆饭嘛，我们就放在屋子外面的一个很大的一块原石上面，大家就坐在旁边在吃，也挺开心。但其实在那顿燕家饭之前，我们已经是开了一个榴莲了。榴莲我早上就吃榴莲，这个实在是太凡尔赛了。你看我们做的是马来吊脚屋，马来人本身也是比较朴素、比较快乐的一个民族。我们在那里正好手机也没什么信号，几乎没有什么信号吧，忘却烦恼，在果园里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这个体验是挺难得的。是啊，非常美妙。好，一开始评价不高，那么现在让你来给这一次劳务的马来吊脚屋之旅打一个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可能5分里面我会打4.9吧。5分打4.9，那很高了。我想我也差不多，我5分的话给它可以打到4.5分，它的快乐和新奇足以抵消那些不足。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住过马来的吊脚屋？你们有什么体验啊？可不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不可以，请您按赞哦，据说您按赞以后就会喜欢这个视频。好，拜拜。